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苦等我的女子。你是谁？你小子就叫百里东君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君玉，谦谦君子的君，温润如玉的玉。这个银锭足够你从这里到最北边。下去吧，这个马车你坐不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多谢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坐在你们的马车上比较舒服一些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耐心。东君，我觉得这位先生不像是坏人。就是，像我这般温润如玉的公子，哪里看得出来像坏人啊？还是姑娘明事理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少年郎，你的戾气很重啊。学堂之人应该有君子之气，君子有喜气、怒气、霸气、秀气，甚至可以有杀气，但唯独不能有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啊！听先生所言，想必也是学堂之人。我曾受过学堂之书，却未曾进过学堂。那就可惜了，不然在天启城里，还有个女子痴痴地等着先生呢。别叫我先生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吧。你看你这身行头，哪里谦谦公子，哪里又温润如玉了？君子有形却忘形，心有玲珑便如玉。这位先生确实当得上一声君子，可至于这如玉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这个内息是无作使，他便是学堂大考时我们遇到的那个诸葛云。诸葛云，可他为何看起来如此憔悴，似变了个人一般？师父曾说过，有2个诸葛云，一个很戾，一个平和。他杀死了戾气重的，留下了相对平和的。可眼前这个人，难道是师父杀错了？不是杀错了，是他把自己的那个兄弟装进了自己的内心里。像他们这种双生子，心灵本就相通，一个人死了，便在另一个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然后催生出阴暗的花朵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所谓的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，终究成了现在这副妖怪模样。所以，我们才要做君子。哼，像这种怪物，可不好打。你错了，像这种戾气催生出来的怪物，只是看起来可怕，不过徒有其表，弹指可摧。既然这么简单，那你来吧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们这么久？自然便是等待此刻呀。不过可惜了，三娘是看不到我接下来的风采了，不然她一定会哭着喊着跟我走的。学堂君玉，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姑娘稍等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副都统，他一定会带着小殿下尽快赶到这里的。多谢。上次从天启城带走景玉王妃的也是他。看起来很普通啊。
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人，却是天外天的破关。他很厉害吗？北阙移民，甚至连我们白小堂都很难探到他的消息。你说他们为什么会对景瑜王妃感兴趣，还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她送走，然后又将她送回来？你想管这事儿？我在想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会不会管？会。那我就不得不管了。可你现在是天启城的朱雀使，在这座无趣的城市里待太久了，早就不想当什么朱雀使了。想走了？可你若是走了，弹琴的姑娘该怎么办？他应当是不喜欢我了吧？她若是不喜欢你，又怎么会天天等着你去听琴呢？哎呀，可能啊，因为我长得像他那位故人。他怎么来了？父亲，你走了就不该回来，无论什么原因。父亲，你为何就不肯放过女儿呢？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侍奉萧氏皇族，在暗处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当时不走，你甚至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后。可是他不想成为皇后啊。朱雀使，易宗主，麻烦，你为什么让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？我不想管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将军，这种男情女爱的事儿，能不能别来烦我？我走了，当我没来过，也当我不知道。雷将军，方才易卜来过，那就让他们自个儿解决去吧。然后司空长风就进去了。以影宗和天启四守护的关系，若是真打起来，可就很难收场了。又来。天启城有了影宗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四守护，很显然，其中必定是多余一个。你不应该来管我的闲事，因为只要让我抓住机会，我就会杀了你。哼，这位啊，易姑娘，在下司空长风，是百里东军的师弟。你我二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可当年我却为了你，差点死在了天启。叶鼎之呢，算是我半个朋友吧。倘若我今天袖手旁观的话，我那位小师兄啊，一定会跟我绝交的。你我虽素未谋面，你已经为我拼过一次命了，就不必再拼第二次了。这次可不一样了，这次我不是拼命，因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谁都打不过的少年郎了。影宗自开国之时便奉命守卫皇族，守卫北离之主。虽说帮助陛下夺取帝位的也是我们，可我们终究是琅琊王的人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既然不是自己人，那就总是有理由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二者只能选一个，我们那位皇帝陛下会选谁？雷将军，现在动身去拦，还来得及。我要真动手，这事儿就没法收场了。那你准备如何？哼，司空长风，招！终于见到了朱雀使的惊龙鞭，果然厉害。是你老了，
是我老了吗？与其说你老了，不如说你不再愿意相信自己的剑，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如权力。但是你的徒弟洛清扬就没有了，因为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剑。或许吧，但是我没有退路了。冥顽不灵。真是一柄好枪啊！师傅说过，这小子以后是可以做枪仙的人。又有人来了。宫里的马车。雷将军，你可真是深藏功与名啊！哼，过奖，过奖了。大剑来的可真是赶巧啊！堂堂朱雀使，与影宗宗主当街斗殴，怕是有失我北离颜面。就你废话多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宣妃娘娘，陛下遣奴才护送娘娘回宫。宣妃，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恭迎娘娘回宫。素闻你是和洛清扬比肩的大内高手。洛清扬那老家伙呀，任凭我嘴巴说烂也不愿意拔剑。那今日，就你来和我过过招。还请朱雀使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哎，可别，我可不是什么朱雀使，我呀，就是个江湖浪客。易姑娘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今日就别想有人把你从这里带走。真打起来怎么办？大不了让老七来收拾场面吧。娘娘，司空公子之恩，一文居没齿难忘。易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走吧。恭迎宣妃娘娘西
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他要是点头了，恐怕连你都没有办法安全的离开天启城。方才易姑娘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她说：“走吧。”那便走吧。真的要走？是啊，我又不属于这里。真不去道个别？不去了。可你不是说过吗？人生在世，要的就是不后悔。谁说我会后悔？毕竟我们还那么年轻，天下又那么大，谁能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啊？可你说你自小流浪，没有上过一天学，可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却这么有诗意？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穷酸秀才，他呀就很爱说这些酸话。那这个秀才一定很有趣，让你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忘记。是啊，他叫君玉，他跟我说过，他以后一定要闯荡天下，绝对不会错过那位痴痴等他的姑娘。马夫，叫好了。谢谢。兄台，以后就多多指教了。驾！司空长风，君玉，哼，这缘分有趣。他走了？真走了？不来这里道个别？不来，一直走到了城门口，连头也不曾回一个。司空长风，你混蛋！这狼月福地，还真如其名，是个福地。这洞下应有地热暖泉通过，所以即便外面天寒地冻，这方小天地却是温暖如春。方才你说你父亲的那番话，真是胡扯。我也没有真正进入过这狼月福地。想来，父亲是有别的苦衷吧？父亲。父亲，父亲，
你竟然怀疑他已经死了？到底多少年没见了？的确很多年没见了。或许他看到我，也不认得了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才能唤醒他？我不知道。父亲应该是进入了冥想状态。父亲，我是青儿，青儿来看你了。住手！那是你女儿。父亲，我是青儿。青儿，你真的是我的青儿？是。你怕我？我没有。你就是怕我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虚念宫的第9重。这世上所有的生物，只要见到我，都会有一种无可抗拒而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今天若不是你们来，再等半年，我就可以真正的踏入9重了。父亲，狼渊福地与外隔绝，我们也是担心父亲的情况，才迫不得已擅自闯入石门，惊扰了您的修行。青儿该死！不，你不该死。你是好孩子，因为你给我带来了一件不一样的礼物。礼物？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修炼此功。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已经到了第4重。4重功力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叶鼎之竟然又破了1重？今天，只要吸了你的功法，我就可以不用再等，直接破境了。所以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文君的事，也是你们安排的吧？就算我们不找你们，萧若锦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易文君，他不会有性命之忧。青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儿女情长的事情，真是有些麻烦呢。年轻人，你只要顺从一些，我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？曾经，这2个字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。是吗？虚念宫，不动明王宫，
我心切。3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仅只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宇。什么？叶宇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！云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死了。如果不阻止父亲，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功。你是谁？女婿。云哥，我来了。唐云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笑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
居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止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既然是天意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风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我云哥，快停下来！你会没命的！谁在叫？快停下来，云哥！是东君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来，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东君，对不起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东君。竟然做到了，云哥，没用的，他已经入魔了。你，任鼎之，住手！得死！云哥。云哥，停下来！停下来！父亲，不要！东君。生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都说这天外天的无相尊使是一介文人书生，可没想到这文人书生的功夫，却比那个无作使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值得我认真对待。累了这么久了，临死前歇歇吧。
那就多谢君先生了。很多年前，我有幸见过李先生。你是他的大弟子，能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只不过我死了，却也不代表我们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的小师弟他们阻止不了你的计划？也真的以为那个叫岳风城的练了什么虚念功第9重就能够毁天灭地、天下第一？可笑！不与妄言者辩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您还有多久死啊？或许让先生失望了。冰原之上的寒风正在冻凝我的伤口，也许我还能再苟活1个时辰。若先生再出手，我自然1刻也活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便打个赌，若在这1个时辰之内，先来到这里的是岳风城，我就治好你的伤，让你活下去。如果是宗主来到这里，他神功大成，自然也就能救我，哪儿还需要先生？我会先杀了他，然后再救你。君先生可真是自信。但如果来到这里的是百里东君呢？我依然会救你，只不过你要以这天外天的名义向我保证，至死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同时也放弃打北离的主意，如何？这个赌局似乎对我没有坏处。好，那便赌了。百里东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。
之。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旨在收复北阙，戒之北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，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旗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来了。这场赌局的结果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2个，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9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，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。
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。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像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。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。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配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，这世间还是失忆人最多呀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唉，唐连月走了，司空长风也走了，姬若风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当初辛苦成立了天启寺守护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星月。
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不是还有师兄你呢吗？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有你们夫妻2人啊，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怕呀，内忧刚息，外患又起。我觉得，易文君这事儿，有北阙的手笔。你说的没错，忘忧老人给我传了封信，说姑苏城外的那间草庐里，叶鼎之和孩子也不见了。如今易文君出现在了天启城，那叶鼎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会？我是在想，北阙想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？叶鼎之，我倒不怕他现在来闯天启，我怕就怕他不是现在来。我也收到了消息，东君离开雪月城了。多事之秋啊，希望我的预感不是正确的。那你还放司空长风走？他我是留不住的，他总会走的。天启城太小了，只有江湖能容得下他这般席卷天地的长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留有后手。我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与他们约定，只要他们手握令牌，当以后若有人需要他们守护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后代也不能丢弃这块朱雀令。哼，萧若风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成亲，又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走了，浪迹天涯，撤！他还是那样。叶鼎之入魔一事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心底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叶鼎之对他做的事情，而是从今往后，他彻底失去了他的云歌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东君的内力。小师弟全身真气被瞬间掏空，想必内海一定受了极为严重的损伤，必须得有一个高手帮他重塑内海。内海之伤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之后他都再难习武吧。师伯这般厉害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想到的高手就只有师父一人。可如今师父他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海外仙山。海外仙山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之前也曾到过那儿？我和东君在雪月城时，曾四处游历，有幸到过仙山，和莫一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莫一先生，莫一先生他一定有那个能力。如此甚好啊。只不过这海外仙山，我恐怕就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。为何？这海外仙山啊，只见想见之人。我在多年前曾做过一件错事儿，以至于我一旦靠近这仙山，整条船都会被海浪掀翻。师伯做了什么？在多年前，我提着一把剑，砸了整座山，伤了很多人，还拆了几间道观。最后一怒之下，把整座山都给烧了。莫一和他的师傅就住在那座山。嗨，往事休提嘛，都过去了。咱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劝东君动身吧。
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要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你就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东君，小师弟，不好。多谢师兄。你内海受损，这时候切莫自行调息，这没用的。是不是若是我内功尚有一点留存，我都可以自欺欺人的说，云哥对我留了手？叶鼎之他的确对你留了手，但总之你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方才我同月瑶想了个办法，由他陪你去寻海外仙山，求墨医助你重塑内海，这样可好？都说在天启城待久了，人的锐气都没了。想来是真的。真个屁！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天晚上没说话，我以为你拒绝我了。这，切！哎，枪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的那天本来是想去找你的，但我怕你嫌我烦。风晴雨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？姓金那家伙真的没有骗我。我们的事跟那个戴面具的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要他说了算？不算不算，你说了算。你停下来说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枪！哎哎，风晴雨，别跑啊！枪！
爹爹，你醒了。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天外天。什么？不然你想去哪儿？自然是天启。就你这身子还想去天启？若不是我们救下你，你早就被魔气吞噬而身亡了。魔气？你在姑苏城过得太逍遥了，却不知道义文君那夫君景誉王早就当了皇帝。他要是回去就是新的皇妃。我知道你想去找他，可是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。你感受一下你的内海。之前你走火入魔，无法压制，后来我强行将我体内的3重虚念功渡给了你，这才给你救回了一条命。现在你体内有我那3重的虚念功了。这门功法竟可以直接传功？没错，我不是天生五脉，所以这只是普通人修到的虚念功第3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天生五脉，若是修炼，远不止此。你们为何一定让我修炼这门功法？北离护国高手无数，光李先生一个人独守国门，我们北阙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习得虚念功，带领我们攻破这道国门。你们想借我的手摧毁北离？我说了，那是你之前的想法，现在呢？传说魔仙剑是100年前一位剑仙向魔神献祭换来的剑法，叶挺之。与其向魔神借力，为何不自己成魔？若你能修得此虚念功，这小小的魔仙剑又算得了什么？届时天启城没有人能拦得住你，哪怕李长生亲自出手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你的家仇可以报，你的妻子会回来，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重现。北离待你如此，这世道待你如此，难道你还要做这种无谓的坚持吗？景誉王继位之后，派了很多高手在外寻你们。就算那日没有找到义文君，那明日呢？后日呢？他可能曾经真的很想与你一起过向往的生活，可你也要为他想想。他跟着你只能颠沛流离，那是他想要的吗？是你儿子想要的吗？
去狼岳福地找我父亲，只有他能传授你剩下的功法。好，多久能到？小1个月吧。去。东君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你方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感觉我仿佛跌落了一个无穷的深渊里，没有尽头，就一直下落，下落。有时好像烈焰地狱般灼热，有时又好像坠入万丈深渊般寒冷。除了绝望，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在梦中有个同路人，后来有个人拉了我一把，可他却在我的手上划了一道，却被我自己挣脱开了。他是谁？我最好的兄弟，百里东君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哈哈哈哈！当然了，小师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北之地了。来，哎，师兄，快把帘子拉上！你这是要冻死师弟啊！哦哦。是。你刚才运功时，真气澎湃，我怕你体内真气散不出来，也就没给你披上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瑶儿，那你岂不是要冻到了？我们一起盖吧。小师弟，你可真不害臊啊！东君，你训练功练到第几重了？你说过，一重功一层楼，每层都是重重阻碍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恰好登到了第3层，不多不少，训练功第3重。这就是天外天。魂官，你先带孩子进去，用内力给孩子御寒。我和叶鼎之直接去狼岳福地找父亲。为何不能一起？虽说是福地，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。那边是比这还要可怕的一片冰原，再神勇的马也会望而却步。我们只能徒步前行。
文氏，你先跟着叔叔去暖和一点的房间里，爹爹随后就到。爹爹小心。放心吧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阿娘还在等着我们。无相尊使，这位就是你们天外天如今的掌事人吗？吾相在此恭候叶公子的到来已经许久了。在下叶鼎之。尊使，外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孩子也请照顾一二。去往狼月福地途中不乏危险，请二位务必小心。多谢。尊使，你带孩子先回去，我在这里还要等几位朋友。尊使，你要亲自出战吗？暗使传信回来了，仵作已经被他们杀了。我若不战，天外天还有人能拦住他们吗？菲离，去吧，很快。属于我们的天下就要到来了。就要到了，他们必是直接去了狼月福地，那里马车无法行进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要下车徒步过去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小师弟，不是师兄我想停啊，喏，前边有个拦路的。长公主，又见面了。上次未能同你说的话，如今一并说了吧。尊使为了自己的权利，欲我去使如今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天外天百姓为你卖命，你夜里心安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才是让北阙走向真正的覆灭。长公主，错了，吾相这一生从未对权力有过执念。只是我们的百姓原本就应该生活在那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上，而不是这片贫瘠苦寒之地。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，如果放不下，只会败得更惨。与其让战火重燃，不如在新的家园获得重生。败，等国主出关重临北离，到那时这世上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存在。长公主，难道希望自己的父亲一直沉睡吗？如果他的醒来会带领北阙走往覆灭，那么是的。唉，又是一个入了邪道之人，只不过这个家伙要难对付得多了。为何？那个仵作使入了邪道，只不过是徒有其表，不堪一击；而这个相使，他连心都入了邪道啊！他的心坚若磐石，他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道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缠，因为他有信仰，而信仰往往能够驱使出更强大的力量来。
既然你能站起来，还要轮椅作甚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20年没有站起来过了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能让吴相使这样拼死相拦，叶鼎之他们一定是已经前往狼岳福地了。小师弟，恐怕这最后一段路，也得由你自己去走了。临走前，师兄送你4个字：不要后悔。师兄赠言，东君记下了。这一路，多谢。你就是杀死无作的人吧？也是接下来要杀死你的人。这么寒的风，你使用青龙力，强行使自己一双残废的双腿站起来，这可不是什么好选择。不是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。有些人虽然讨厌，但却值得敬佩。你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，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。谬赞了。那么我与先生2人就在这里分出生死吧。这片冰原，没有人能走得出去，它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。狼岳福地已经是我们能走到的极限了。在这里，但凡停下来一刻，身体里的血液都会被冻住。你们宗主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苦修？父亲说，在这样的地方修炼，才能让他时时刻刻记得亡国的痛苦。你父亲的执念可真是够深的。这门怕是有1000斤重，光凭蛮力可打不开。父亲为防我们打扰，在门上下了禁制，除了天生五脉之人，以虚念宫之力注入，不然石门无法从外面打开。原来如此。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来。他不打开门出来，可你们却真的很想见他。
我是不是就是那把钥匙？罢了，都走到这儿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这虚念功，我是练定了。